大家好，今天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啊，就是非面神教值不值得信？首先说结论，值得信。比如说我呢是一种综合信徒。首先我是自由软件原教旨主义者，同时我也是非面神教中国分坛兰州拉面分团的资深成员。那我们信的这个非面神教里头的非面神是什么样呢？它就是一团宇宙虚空当中诞生的一团意大利面，那抱着两个意大利肉球这个呢是我们早先信徒他创造的一幅画也变成非面神教的精神图腾的一个具体的影射，会在各个地方展示大家看到这一种怪物，基本上就是非面神教的创始神。那这是非面神教的 logo，它呢就是反正简笔画吧但是它也借用了基督教里头那个鱼的一个形象，然后呢塞上自己的缩写 FSM。当然了，后来进入到信徒越来越多，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创造比如说这个非面神教非面神吧，它在宇宙当中会是什么样？那它有可能抱的就不是肉团，而是抓住了两个黑洞当成自己的宠物怎么样来去旅行吧？那这个呢是非面神教总坛就是它的确是有一个总部，是一个捐献的教堂教堂它呢也有自己的副业，网上的卖的一些周边，比如说这是一个放在钱包里头的身份识别卡上面有另外的这个 logo很漂亮。以及后来是18年还是19年之后，美军我入伍了之后，你可以选择你的宗教信仰。那宗教信仰里头有一个选项就是 FSM， 大家可以看到狗牌上头有 FSM 的这个缩写那它的发源自哪儿呢？这个说一下，网上也有说了，我这里重新捋一遍。它的触发很简单，是Bobby Henderson80年生人，现在呢还很年轻。是05年1月份的时候，他呢是24岁时候，针对堪萨斯州的教委写了封公开信。为什么呢？他对自己的母校俄勒冈州立大学，他是州立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但是他居然，当他知道州立大学本身，他居然准备把智能设计论和演化论放在一起，都当成科学课里头的正规学分就是这两门课学生都得上，而且学分都一样，比如说都是1分都是1分或者都是2分。他觉得这事儿太荒谬了。为啥呢？什么叫智能设计论？智能设计论听起来好像跟科学也关联，实际上它是怎么说反制，或者说是把基督教重新包装了一下就是说其实现在自然界有这么多未解之谜。那么其实包括各种各样的生物，它的诞生发展是一定有一个超级智能，就是有一个超智能的一个存在物或者说存在体，它去指挥宇宙完成这一系列的设计和演化。那跟达尔文的自然演化论是完全颠倒的。也就是说，这个智能设计论里头这个智能你不可言说的那个智能，说穿就是上帝他觉得这太荒谬了，在一个对吧，一个文明社会，一个正规的大学，居然把这种课程拿起来跟演化论都当成科学课里头的正式课程内容，而且要考试，这事儿太不应该了。那他呢就奋起写了封公开信，觉着如果你一定要这么做就把这个科学课程这个学分要分给智能设计论，那不如我再给你一个宗教叫飞行面条怪物信仰他现场发明了一个词儿叫 pasta 什么 Phariseeism， 这个 pasta 是意大利面的通称。那这个 FSM 的这个飞行是叫 spy 还是 spaghetti 是属于意大利里头的一种气的直面，就是意大利
面大家知道，它呢是国外就跟我们中国的挂面类似，是一种平民食品，但是它的规格非常非常多，单单它的粗细就有200多种，甚至于为这每一种就形状更多了。粗细200多种粗细，每一种都有专门的名称，这个叫细直面，还不是更细，不是细丝面的是另外一种，细直面是超市里头最常卖的，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吃拉面的时候这个细面啊，我们拉面有细面、二细、毛细，这毛细是最细的，再往上走呢有二细啊、九叶子，还有大宽军带，军带就是跟我那个军事裤腰带，那个坦克兵那裤腰带这么厚的、这么宽的啊，大宽以上叫军带等等。那么兰州拉面当然也有很多规格，那意大利面的规格呢更多啊。他说，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能够接受把智能设计论和演化论，就是叫同等啊，就可以当成同一件事情去讨论，让学生去学习。那么我现在提议飞行面条怪物信仰，也就是说飞面神教、飞行意面教，它也值得列入大学一起来学。3门课啊，评分，就是都平均按学分来啊。智能设计论就是你教基督教的那一套1分啊，简化论教1分，那我这个飞面神教也来1分。他呢以此来试图拯救自己的学弟学妹们的世界观，因为是啥呢？这3个论是一个是宗教，一个是科学，还有一个呢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用宗教的方式去反宗教的，现场设计出来的一个全新的宗教啊！在这封信的后面，那当时当时是05年快20年前了。这是他信后附的自己手绘的一个形象啊，就是随便绘啊。这个呢，就是这个上面那一团东西，就是我们的这个创始人啊，就是创世神，飞面神教的飞面大神啊。那他的体积有多大呢？那山有这么大，树有这么大，还有下面这个小人，就是我自己是这样的。好，那这封信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变成了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宗教呢？那这信才1月份是给出去的，到了5月，堪萨斯教委还没回复，那他没办法了，就把这个呢公开到自己的博客上。结果没想到一下子就传播开了啊！那10几年前还是应该说是属于 Web 1.0到 Web 2.0这个互联网时代的门槛啊，所以网上呢有这种很多的这个网红，那会儿网红还没有这个概念，但是网络已经足够流畅的去可以自行爆发或者说传播那各种各样新奇的有趣的观点。那到06年1年左右的时间，他就单单是他自己就收到了6万封电子邮件，里头95%是认同他的这个主张，5%呢是长得去死。那当然他这个公开了之后，到8月份就已经爆红了，网上就已经爆红了，跟我们现在网红是一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事件。以至于有网站专门是悬赏25万，到后来提高到100万，干嘛呢？就是谁能够证明耶稣不是飞行面条怪物，也就是说飞面神教里头的飞面神的儿子，只要谁能证明这事儿，我给你25万。后来到了100万，等等等等，就各大网站争相报道，也就安德森自己都没有想到这样事情。到了11月。一直熬到10月，看熬不过去了，堪萨斯教委决定对演化论的各类反对意见包括智能设计论列入考试标准，就是说还是拒绝了他的倡议。那么，但是呢，到了07年2月份呢，又否决了这个决议。而这个飞面神教的信徒自己就有个绰号叫 Pasta Faria 啊。直译可能就是意大利面条匪帮啊。他们呢，这种信徒主要成员是聚集在北美和欧洲的大学。以至07年11月，在美国宗教学院年会上，有4次发言是跟飞面神教相关的。进而08年10月份，密苏里州大学他主办的年度就已经开始每年
主办年度叫质疑会议。这质疑会议是什么意思 ？Skeptor 它是 skept 它的那个质疑这一个词儿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这个会议就变成全球最大规模的无神论者的年度大会啊。那它 OK 主角就是飞面神教。那世界各国呢，就是允许你像这样，就是用，就像我们回族会这个伊斯兰教吧，伊斯兰教他会戴小白帽啊，来宣示自己的这个宗教信仰。那还有你戴这个十字架啊等等，这个，那么允许你拍身份证照片的时候带这个意大利面的绿面锅啊，那类似于这样的绿面锅哈，允许你带这种有宗教标识作用的绿面锅去拍你的身份证、驾驶照。那奥地利、捷克、新西兰、俄罗斯等等都允许了。甚至于16年4月16号，这是精确的日子，新西兰举办了全球第一次应该说第一个案例吧，有法律效应的非面神教的婚礼啊，这个是在 BBC 还有专门的报道可以看到，这是当时视频截屏的这个一个截屏视频当中一个截屏，那就是所有参加婚礼的人都装扮成海盗然后呢，他们不是交换戒指，而是说共同吃一根意大利面条来完成仪式。当然，这些仪式呢都是教众原创的。为什么是海盗啊？这个就提及了他的教义。他的教义怎么说呢？就是很这个待会儿说这个很怎么是很戏谑的。国家的话，16年荷兰和丹麦已经各自认可这是一个正式的宗教。17年呢，台湾人文主义面团这是人文主义面团，它这个好吧，中文的多义词，就是台湾人文主义面团，这是一个宗教团体，它以这个为名称向内政部去申请，而且通过了法案，立案成立，就认为这是一个正式的宗教团体了。那19年的中国就不一样，中国海南省省委巡视海南医学院的时候，发现有这个迹象，于是下令要求排查飞天拉面神教的信教人员，以便严肃处理。但是了解了这个事情的原委之后，好吧，这原来是个玩笑，这后来是给了定论了，等等等等。那么拉面神教不是拉面神教这是飞天神面教它的这个祈祷用语呢，跟我们其他宗教的阿门类似，只是多了一个音叫拉门，或者是叫拉面也行拉面。那什么是宗教宗教这个台湾有位高僧释圣言，他有过一个很简短的定义：有所宗而以为教者，即为宗教。什么是宗？宗就是有来有去以及可以尊敬的、尊重的一个东西。这个尊字这个宗是通这个尊敬、尊重、尊崇这一个意思。那么你有可以相信的东西，然后以此作为内容去教化其他人，这就是一个宗教。当然还有其他的定义，这个不展开。那宗教至少呢，你应该有教义那他的这个教义，飞面神教的教义呢是05年12月份就是我们这个创始人，他实际上是后来变成了什么呢？这个唯一的先知，唯一的先知亨德森，他呢是其实有好多，当时是好多出版社呢找他要写这个书，那他呢是拿了8万块钱写出来一个菲拉福音就是飞行意面怪物的福音菲拉福音。但中文的话还有一种翻译法，那叫飞面神经。其实他在开始正式写这个福音书之前，这是正式出版的一本书菲拉福音或者叫飞面神经。那05年9月份已经有一个叫 Solipis 这是一个信众，他呢在网上发起了一个项目叫道德经什么，这也是中文翻译。这个发行的这个项目是啥意思呢？就是 OK， 大家一块儿把大家有关飞面神教的所有的断言搜集起来，变成一个网络图书。这个项目呢，早于我们这个先知亨德森他写出来这本书之前就已经在线发布了，而且是在持续迭代只不过之前的那个网站已经叫什么下线。那么我呢是
我的是专门提供了一个下载链接，下载链接是在 GitHub 上，大家可以下载去看一看，叫《道德经》啊，The Loser Canal 啊，还有教义、教仪啊，教义和教仪就是仪式。那仪式的话，在他的福音里头呢，说过有个鱼面节啊，以及就绿锅，你就要认为你要宣誓你是这个信众，那么好，头戴绿面锅，这基本上就完成了，你的这个宣誓。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9月19号啊，它这国际海盗模仿日，这个呢也是仪式之一。那为什么是海盗？因为它的教义呢，写的是完全对应圣经去写的，也有这个创世纪，也有什么什么东西。那但是他认为整个世界呢是由一个喝高了的神啊，就是这一团面团，它是有超级智能，但是他在一次酗酒之后一边呕吐一边把这世界创造出来了，他是用了8天创世。然后呢，他说，那么人死了之后吧，也是一样有天堂和地狱，但是天堂啊里头的火山喷的都是冰啤酒，那么到处全都有脱衣舞女啊。那么地狱呢也是一样，也有火山，也有脱衣舞女，但是火山里头喷出来的都是温热的啤酒，而脱衣舞女呢都有性病，都是老，以及它里头强调海盗和全球变暖是有真实的直线性关系的。为什么呢？他称啊，就是他在里头反正都胡编乱造嘛，但是他的这个形式，包括他的行文用语啊，这个都是用古英语，跟圣经的那个口气是一模一样的啊，都是代表着上帝跟你说话，但是他呢都可以代表我们这个飞面神这一团的意大利面。它里头宣称海盗呢是绝对神性的体现体啊，也是最早飞行面条怪的这个教徒啊，就是跟以往流传的那种海上强盗和流氓的负面形象的相反啊，那个形象是中世纪基督教啊神学家和印度教一块联手歪曲出来的啊，事实不是这样，所以海盗呢就变成了飞面神教里头的一个类似于叫啥来着先知者啊，先知者的这么一个形象。还有呢，还提出了一个圣日啊，还有什么等等很多，就是这一个飞面福音啊，跟圣经的体量差不多啊，足够长，里头足够胡说八道，但是形式非常严密规整啊，就是让你很难找出所谓逻辑上的问题啊。这样也就是说，还有教团啊，就是一个宗教，就有所宗而以为教者，即为宗教。那你想成为一个宗教，至少有3种东西存在，就是教义，就是你的内容，你跟别人去讨论的时候，你的主义是什么，以及你的教仪或者仪轨，就是你为了宣示你的这个教义，你会进行哪些宗教仪式。这个宗教仪式至少得有1个啊，你不能没有，没有的话，那你在人群当中跟别人就区分不了。那么头戴绿面锅是一个非常简便易行的这个仪式。还有教团，也就是说你必须有一个团队来维护你整个宗教的运营啊。什么叫运营啊？就是 OK 要有正常的甚至于定期的礼拜活动啊，宣传活动，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世俗相关的这个事物的主持，比如说婚礼啊，比如说游行啊、娱乐节日等等等等。当然，它对于信教最关键的是啥呢？非常佛系啊，你加入或不加入都不强求，你加入1秒钟可以，你认为就是说，你什么就是你这个入教的仪式简单到什么地步？这1秒钟你认为我信了，你就是我们飞面神教的教众；下1秒钟你又不信了，那就自然退出，而且不会有任何惩罚。也就是说，甚至都按照我们经常说的那个，反正不要钱，信一信吧那真的不要钱啊！但是信众呢，还是为此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捐助，以便他能够完成各种各样的创作活动啊，包括刚刚给大家展示过的啊，还有那个易贝啊，甚至于我们好吧，这个是淘宝啊，包括1688上也有很多跟飞面神教相关的周边的这个叫文旅用品啊，非常非常多，也有的也很精致，很好玩啊。但为什么会是这样，以及我为什么会直接信了？我知道他的时间也不少啊，至少是
至少是10年前就知道了啊。那么我这个跟我就是基本上是我是02年知道 PHP 啊，00年知道 PHP，02年顺着 PHP 找到 Python， 知道了这个 GPR， 再从顺着 GPR 找到GNU， 变成了一个自由软件主义者。再之后没几年我就知道了飞面神教，就直接变成了他的信徒。为什么啊？他的这个教条啊，你理解一下，他的教义基本上全是开玩笑，就是为了跟你这个叫基督教的所有教义对应起来。你说这个 OK， 我给你换种说法；你说那个 OK， 我也认，我再换种说法啊。但是里头的故事结构进程跟你一模一样，就词儿换了一下。那你认不认为我是宗教？他切入的是这一点。比如说，先知亨德森，他认为我写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包括倡议性，他唯一的教条就是为了拒绝教条，就说反宗教。那么后来呢，就是这个事件经过深入的调查，以及被信众们非常丰富的进行叫啥来着补完啊。就之前他只有一封公开信，公开信之后呢是得了赞助，他才自己写出来了福音。可在此之前，这网上就已经沸沸扬扬，这个全球多少啊，至少也是上百万信众，他发挥出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尝试啊，比如说有的上法庭，我说这个你必须承认这是宗教，以便我用这个飞面神教来主持婚礼等等等等，或者成立法律这个宗教机构。那别人拿到这个案子说你就是真是认真开始讨论，才发现这是无懈可击的。为什么？那这个就等等这些事情发生了之后，那么奥斯汀纪事报才定义，就是这是科学与迷信之间认真且轻松的战斗，而且很容易获胜。那么为啥？因为之前其实也有先例啊，只不过没有这么幽默的方式啊。比如说罗素的茶壶，这是一个天体物理学里头一个著名的梗，它呢也叫天体茶壶或者叫宇宙茶壶，说的是什么呢？就说罗素当年啊，对各种各样质疑我们这个宇航发现的这宗教团体都说，你老说上帝不存在，上帝不存在，你有本事你举出例子来，上帝不存在，你拿出例子来，你连例子都举不出来，我信的东西当然是真的。所以他呢创造出罗素的茶壶这一个案例来去对抗怀疑宗教主张的不可证伪性是具有举证责任的这么一件事情。其实不应该有举证责任。他说啥呢 ？OK， 好吧，那我这样告诉你，其实，在火星和地球中间有一个茶壶，非常小的茶壶，它呢是以椭圆形的这个叫轨道在运行，但是它太小，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探测它。但是我告诉你它存在，如果你不信，你给我举例证明它不存在。就说以子之矛啊，攻子之剑啊，之盾。那么卡尔萨根呢也一样，在他的这个魔鬼叫什么叫魔鬼游荡的世界还是哪本书，也是反宗教反制，就是对于反制现象，美国反制现象的一个综述一次研讨啊。这你不能推翻我的假设，不等于就能证明它是真的。这个是很多这个什么宗教团体他提出，就是把他的这个叫他的教义宗教呢伪装成了科学课，就是类似于智能设计论，其实有很多一大票这一类论点啊，他所依据的逻辑呢都是说，你既然无法证明我是错的，那你先信，或者说这就自然而然证明我是对的。那逻辑上不是这样的，为啥呢？如果你们用宗教的那一套去证明自己是对的，从而 OK 夯实自己这个教宗啊或者教团的这个权利，那么我随时随地可以用你宗教的一模一样的教义、教仪还有这个教团的方式去创建无数多的宗教，把你冲垮。这是他这个飞面神教最有趣的地方，也就是说，他利用了宗教本身的定义，来定义出一个你无法否定的一个看起来无比荒谬的宗教，来让民众明白过来，宗教本质上就是一个很荒谬的东西啊。那这件事情让我为什么直接就信了的？因为很简单，
它跟更早的 GNU 或者自由软件的这个运动，完完全全是在精神和技巧上是同质的。什么意思啊？GNU 它的含义呢是 GNU is not Unix， 这是一个自由软件运动的一个代号，它本身呢又是一个字反，就是说它的缩写，它是一个缩写 ，GNU 是一个缩写，它的缩写的含义是 GNU is not Unix。好，那么它的缩写展开的含义当中又含了一个 GNU，这样可以无穷无尽的解释下去，这么一个词儿。那它的这个词儿，它成立了 GNU 自由软件基金会的时候，其实是89年推出了 GPL。那这个 GPL 它是属于许可证，就是跟我们版权类似的一样东西，但是它的内容呢是完全 copyleft 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呢89年推出的 GPL 是为了对抗76年比尔盖茨一次公开信给自由软就给软件工作者的公开信。他在这封公开信里头宣称，我们应该通过 copyright， 就是通过软件许可证来宣示我们软件工作者的价值，来去卖软件。就是说，以往软件呢，它跟操作系统和硬件是3合1的，都是免费奉送出去的。就是说我造出来了计算机，你想用，那必须有操作系统和软件。所以你买了我的硬件，那么我直接把上面的操作系统和软件，包括里头所有的源代码文档全给送给你，以便你用起来。这么早期是这样的。但是比尔盖茨通过他天才的观察以及创造能力，他发明了或者说创造了整个软件行业。通过什么呢？通过他对知识产权的研究，他发现软件这个东西以往为什么大家没有去宣示它的权利呢？因为觉得软件它必须要编译运行在硬件上，它是属于硬件的附属品，就让大家从来没有想过软件可以单独去售卖。他呢不行，他当时硬件搞不起，也没这个水平，只能搞软件。于是呢，他把知识产权和延伸到了代码，源代码啊，就是代码本身，它实际上没有运行之前是可以写在纸上的，那就跟我们写小说是一模一样。他认为这个就是著作权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软件工作者写的代码，它是有产权的。那么你想用我们的软件，那就要交钱，就是这样啊。但是这样呢，会直接摧毁了之前公开共享的这种软件的研究行为。也就是说 ，OK， 我拿到了你的硬件，发现上面运行的软件有问题，我要么呢是让你去改，要么以往就有能力的人直接是看源代码自己改好了，改了好了用的更好。OK， 我很高兴，我把这补丁又返还给你。这样就是啥呢？用户和厂商，也就是说软件的创造者和软件的使用者，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机的反复去交互和迭代，共同前进的这么一个共同体。但是 copyright 软件许可证发布了之后，把这个就割裂掉了，就是连软件里头源代码是拿不到的。以前我可以拿到软件和硬件，根据软件的源代码，我去学习编译、改进，并且分享它的改进，并且甚至于我可以对它的改进进行进一步分发，大家都是自由的完全是用我的学习能力去让这个软件和硬件更好。现在不行，完全割裂开了，你只能交钱才能用，而且用的过程当中你是看不到源代码的等等这让GNU的发起人 RMS 愤慨不已。所以，但是他呢也没有四处去骂街，而是说 OK， 你既然是用软件许可证把我们的这个社区给割裂掉了，那我也用软件许可证，我用知识产权，我用知识产权的方式，我写一个 GPL 的许可证。这个许可证是将我软件这个软件作者对这个软件源代码的叫学习、修改发布和发行的权利，4个权利全部又赋予给你，所以叫 copyright， 就把这个权利重新给了你，而不是 copyright 属于我也就是说，他用许可证的概念写出了一个将许可证里头这个知识产权重新消解掉的一个许可证。那么跟分灭神教一样，分灭神教是用宗教的定义创造出一个荒谬的宗教来，让大家对宗教本身看清楚它的本质。那 GPL 呢，更早的 GPL 呢，它则是我用
一样的许可证的形式，一样的法律的这个效益来放弃我的权利，并且把这个要求大家永续的把这个软件学习、修改编译以及再发行的权利4大自由权利永续下去。就是说他用了许可证本身把许可证保护的东西给开放掉，这是一个非常天才的自反无限自反迭代的这么一个举措这是因为他是按照正常的知识产权的方式方法写了一个完全吻合法律条律效率的一个法律文本，但是这个法律文本的内容是将以往 copyright 以往许可证所要保护的东西完全用开放出去，而且要求后续使用这个许可证的人都要去开放你所有的能力，就是你使用我 GPR 的代码进行了修改，那么修改这个代码它自然而然要应用这个许可证一样要修改出来，要返还给我。这个太天才了，太天才了。也就是说这2件事情虽然发生的一先一后而且是发生在完全不同的领域，一个是软件行业 IT 行业，一个是自然人文的这个叫科学课里头进化论和智能创造论一个分针，就是完全是意识形态的哲学形态的。但是这2个都是你可以感到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个思考过程天才般的这个举措，都属于叫一种归谬的效果。那归谬又是这个叫什么幽默的最基本的力量。也就是说我跟你不争不吵，我拿你的逻辑，拿你的武器，创造出你不能否认的全新的事物，而这个全新的事物它的唯一的作用是恰恰把你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全部否定掉了。这种反转的能力是归谬以及幽默所不能说是独有的，而是这个最容易令人感觉到直击心灵的。这也是为什么背面神教公开到网络当中瞬间被稍微有一点科学素养、稍微有点想象力的人就会觉得很酷、很有意思。因为第一没有任何约束，第二他的这个思维的深度，或者说不是思维本质所直指的这个事实又是如此有趣，导致大家不由自主的去变成了信徒。当然一旦碰到什么事儿，我可以立刻宣称我不信，我甚至给你写保证信，但是扭头我又立刻可以信了等等，这种无视现实就是无视看起来很强大的力量的这种力量或者自信，它也是幽默的这么一种。所以我现在想一想这个我的多重宇宙所选择的各种各样的题材，大多数好像都有这种特别特别梗的这个气质也欢迎大家一块来讨论这一种非常用幽默的力量去化解或者说有效对抗各种各样荒谬事情的故事。 OK， 好，那今天先说到这儿。那么幻灯呢是在线上，随时欢迎大家 review 如果有更多的想法也欢迎通过这个邮箱跟我联系那这是今天起草今天发布的，那这是我参考的一系列主要的一些内容也欢迎大家顺着这个线索继续往下头挖掘。 OK， 以上今天先到这儿，好，拜拜。